宝和辉宝都去室外了，瑞宝这里就是不想去，但江爷爷并没有直接放弃挣扎，毕竟孩子小。江爷爷想着可能过一会儿就想去了，于是江爷爷就坐在小泳池里一直等。江爷爷也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，但瑞宝始终都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意思，直到江爷爷的屁股坐麻了，起身离开，江爷爷这才放弃挣扎。瑞宝也终于可以安心的睡觉了。而此时辉宝还在室外园区的门口一直等待着，等姐姐出来一起玩。第二天江爷爷来值班，刚好看到爱宝和瑞宝、辉宝排排坐挤在一起等待姨母投喂的温馨画面。好在姐妹俩听话，不然爱宝就直接两个大逼斗拍上去。晚上吃奶时间，瑞宝这里明显挑食了，面对盆盆奶没有大口大口的吃，因为瑞宝闻到了姨母手里小苹果的味道。小苹果跟盆盆奶比起来，瑞宝更想吃盆盆奶。瑞宝放弃盆盆奶，一直在找小苹果的气味是从哪儿传来的。这时辉宝也好像闻到了，突然猛然抬头，盆盆奶洒了一地。盛谢阿姨原本想安抚一下辉宝，瑞宝以为姨母伸手是要给小苹果，盆盆奶又不吃了，就这样痴痴地望着姨母。眼看姨母手里是空的后，瑞宝这才打消了吃小苹果的念头，开始猛吃盆盆奶。因为瑞宝知道此时妹妹已经吃完了，如果自己不赶紧吃，一会儿盆盆奶也没得吃了。终于瑞宝给盆盆奶吃完了，也等到了盼望已久的小苹果。姨母将小苹果喂给瑞宝的那一刻，瑞宝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，因为瑞宝吃到了期待已久的东西。而辉宝这里倒没有太执着于小苹果，辉宝不会想那么多，主打一个姨母给什么自己就吃什么。辉宝一套丝滑小绝招，老宋头立马拿着毛巾来到了园区。从小瀑布刚出来时，辉宝感觉自己一下重了10几斤，误以为是自己的力量增强了，身上边跑边淌水。爱宝转头看了这是个什么脏东西，让辉宝离自己远点。姐妹俩早上出门还得相互迎接一下，给自己来点仪式感。此时的江爷爷还不知道姐妹俩将要干出什么事儿，就单纯看着姐妹俩龇牙傻笑。下一秒，只见江爷爷的眉头一皱，辉宝一屁股坐进了小瀑布里。中午太阳太大，辉宝是想让小瀑布给自己降降温，辉宝这进去后就不想起来了，这感觉太舒服了。这是辉宝第一次泡澡，瑞宝这里都被吸引了。辉宝想让瑞宝一起进来玩，瑞宝却说辉宝像个落汤鸡。辉宝生气赶走了扫兴的瑞宝，自己继续泡。辉宝这次把自己厚厚的皮套完全泡透了。一会儿爱宝去喝水，辉宝跑过去跟妈妈讲自己会洗澡了，问妈妈自己棒不棒。爱宝说棒棒棒，能离我远点就更棒了。为了甩掉辉宝，爱宝从小瀑布上直接跨了过去。爱宝知道辉宝不懂思考，肯定会学自己，结果就是辉宝腿太短踩空了，一整个摔进小瀑布里了。而瑞宝就不一样了，知道自己过不去，刚才瑞宝选择了绕过去。辉宝这小情绪藏不住一点，跑到妈妈身边就开始埋怨妈妈骗了自己，这么多姨看着呢，让自己摔得好丢人。辉宝在妈妈身边一通翻滚，刚洗的澡又白洗。爱宝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辉宝这脏兮兮的身子也该让爷爷擦擦。瑞宝这里眼看妈妈和妹妹都回家了，自己也回去了。此时瑞宝身上还亮白亮白的，虽然咱辉宝爬树没有瑞宝熟练，但是辉宝爬栅栏的功夫可不是瑞宝能轻易追上的。辉宝都爬到顶了，瑞宝还没起步。老宋头求辉宝下来，辉宝不听，直到老宋头拿来盆盆奶，辉宝这才从上面下来。在辉宝这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讲条件的。一会儿出门，老宋头提前来到了园区，给姐妹俩安排了2个皮球丰容，一个绿色一个黄色，和他福宝姐姐的皮球很像。为了防止皮球玩耍时乱跑，老宋头用绳子将其进行了固定。之后老宋头来到室内园区，开始迎接瑞宝和辉宝。这是瑞宝和辉宝来室外生活后的第一件丰容。首先发现皮球的是瑞宝，瑞宝观察事物总是这般的仔细。当然并不是说辉宝不仔细，只不过辉宝经常抓不住重点。辉宝仔细到了山坡上，瑞宝面对这小皮球，上来就先啃了一口。鉴定他是不是个好丰容的方式，就是看他扛不扛得住瑞宝的咬。这时辉宝也过来了，辉宝不玩球，但就喜欢抢。不过辉宝这次被瑞宝喝退了，老宋头这次的情绪价值全由瑞宝提供。瑞宝抱着这个球之后就不想放开了，啃来啃去，这个状态就2个字：喜欢。辉宝这里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摸摸索索摸到了爱宝的床底下。不过没一会儿，瑞宝也放弃了小球。瑞宝感觉自己的腮帮子都酸了，但看得出瑞宝对皮球仍有不舍，想离开又想多看2眼，直到爱宝吃完饭走了过来。皮球在爱宝身边没有超过1分钟就被爱宝拍扁了。瑞宝看到自己心爱的皮球被妈妈拍扁了，有些难过，难过的都不想回家了。
最后还是老宋头亲自去抱的。最近江爷爷开始了他秋日里的农忙，前2天江爷爷收获了许多的苏子叶，这2天江爷爷又在自己的小农场里种植上了香菜、芝麻菜、菠菜。江爷爷也不知道这时候种是不是已经过季节了。江爷爷表示自己使了很大的力气翻土，使它们发芽。江爷爷感谢这1年大自然对自己这个新手小农夫的指导和照顾，让自己收获了很多可口而美味的蔬菜。有这纯天然自己种植的蔬菜，江爷爷1年下来都不用去超市里买菜了。在文中，江爷爷还分享了自己制作的苏子叶美食。江爷爷表示，苏子叶就相当于韩国人的香菜，而且苏子叶不仅可以用来做调味品，还可以直接用来做包饭。对于苏子叶的种植和收获，江爷爷很有经验。江爷爷表示，只要在原地的一侧种上10棵，就能达到自己一家人苏子叶自由的程度。对于苏子叶的种植，则是在春天播种，苏子叶发芽率很高，而且没有虫害，是可以让新手农民放宽心的蔬菜。江爷爷常常讲自己对种菜是个新手，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种植时的感触。江爷爷为自己一家人都喜欢苏子叶而感到幸福，或许这就是陪伴的意义，也是江爷爷喜欢种植的原因和动力。江爷爷表示，起初自己的妻子并不喜欢自己的园地，但自己却对园地情有独钟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想要打造一个一家人都喜欢的地方，于是自己开始专注观察，种植一些家里人喜欢的东西。江爷爷便先从自己的妻子开始，结合自己妻子的喜欢，种植了很多妻子喜欢的植物和蔬菜。自那之后，妻子就开始喜欢和自己一起去园地了。江爷爷表示，自己的妻子特别喜欢花，所以自己每到季节就会在园地里种植观赏用的花。慢慢的，为了自己妻子来时方便，江爷爷迁来了电，弄来了地下水，以及搭建了一个卫生间。这都是江爷爷让自己的妻子喜欢自己的园区而一点一点去做的。而现在这个园区，江爷爷表示已经逐渐成了自己和妻子2个人的幸福空间。江爷爷讲，如果想让某人留在身边，不仅需要有一起努力的心，还需要为对方考虑和努力。不只是人类，乃至动物和植物以及非生物也都如此。上午，瑞宝和辉宝在室外疯狂的玩耍过后，下午回室内园区后，2人累得在树上呼呼大睡。姐妹俩在独木桥上一人一边，时不时有爷爷还会过来投喂点小零食，请给所有的大熊猫都安排上这种的福利待遇。下午瑞宝辉宝的室内有宋爷爷守护，上午瑞宝辉宝的室外则由江爷爷守护。只不过今天的室内园区远比室外园区更危险，辉宝给自己倒挂在树上，给宋爷爷看的头顶直冒冷汗。而在上午时，自辉宝体验过小瀑布所带来的奇妙感觉后，今天瑞宝也体验了。瑞宝直接堵在了小瀑布的出水口，不停地在水里打滚，玩水营业两不误。实际上瑞宝对小瀑布已经踩点好久了，所以这次瑞宝在进入小泳池时也显得很享受。瑞宝从早上刚来室外园区，就感觉到了今天的室外园区是个泡澡的好日子。瑞宝出门后跟着妹妹在园区转了几圈后，感觉到了无聊，便直接进小瀑布里玩耍了。而辉宝今天则对小瀑布保持了克制。瑞宝躺在小瀑布里后，不断的将水浇在自己的身上。瑞宝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打湿后，在甩水时，姨姨们仿佛看到了瑞宝甩出了彩虹，每一颗水珠都有它的颜色。而瑞宝等从小瀑布里回过神来时，发现妈妈和妹妹都走去了通道门口，瑞宝立马跟上。而瑞宝在这奔跑过程中所甩落的水也是彩色的，瑞宝居然会制造彩虹。爱宝看到瑞宝这浑身湿透的样子，气得都呲牙了，但又看到有这么多姨姨在，又将心里的怒火给压制了下去，心想还是让奶爸们来吧，自己出手重了，奶爸们还不乐意。姐妹俩一直在室外玩耍到中午，等通道门打开时，姐妹俩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而姐妹俩回到室内后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爬到了树上睡大觉。瑞宝这里还可以晒晒自己的皮肤。姐妹俩回室内后，则有宋爷爷接手了。江爷爷这里则来到了乐宝的园区，为乐宝打扫园区卫生。两个爷爷分工明确，给宝家的每个成员都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